各位好，今天我们聊一个挺有意思的话题啊，标题中看到了，这边软件更新，软件更新呢，我想通过两个部分来聊，一个是操作系统的软件更新，也就是 iOS 的系统版本更新，还有一个是 App 的更新。那我们首先从操作层面来明确啊，这两种更新它的操作方式是不一样的，进入的菜单命令也都不一样的。那首先说 App 的更新，也就是说你在 iPhone 当中所安装的所有的第三方的 App， 那换个说法，就是你通过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所下载的 App， 也就是说，再换个说法，不是原生 App， 那其实都是需要单独的 App 上的软件更新的比如说我们最常用的微信它也是每隔大概半个月、一个月都会有一个版本的更新。那你可以有两种方法来选择更新 App 的方式第一种叫自动更新，第二种叫手动更新。那如果是自动更新呢，是激活手机的时候一般是默认的选项。那理论上来讲只要你的手机连着 WiFi、充着电、屏幕暗掉这三个情况同时存在，那么系统就会自动的帮你把这些 App 进行更新。但是呢，它的优先级会放在很多的事情之后，比如说，同样要满足这三种状态 ，iPhone 会优先给你的系统做 iCloud 云备份，而不会先给你更新这些 App。那么所以说呢，很多时候如果你比如说 App 遇到一些问题了，或者说你闲着没事想检查一下有没有这个新版本的 App 已经推出了，但是它自己没有更新，你说为什么会这样呢？首先第一个，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毛病我没事就刷一刷有没有新的 App 更新，基本上每天都会有。那再有一个呢，比如说你想赶上这些什么购物节呀、双11呀、618呀这种，那这种购物软件它都会在前期有一个更新的版本来支持这些购物节所产生的一些新的活动和玩法。那如果你没有更新到新的版本呢，可能你就不支持这些新的活动，什么砸红包这种类似于这种，对吧？那这种时候呢，我建议你就可以手动的去检查一下这些 App 有没有新版本被释放出来。那方法也很简单，打开你的 App Store， 然后右上角点击你的头像，下拉一下，让它刷新一下就可以找到所有你安装的第三方 App 有没有新的版本了。所以这个是手动和自动更新 App 的版本的两种方式至于你说这个系统的版本更新呢，一般来讲也是有两种方式的，但是呢，系统的版本更新它会分为大版本和小版本两种。小版本它是可以通过这个自动更新来帮你完成的，比如说有的时候你一觉醒来发现，你 iPhone 黑屏了或者说你 iPhone 放在这儿并没有动，过了一会儿一看，哟，重启了这个有一部分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它自动的帮你进行了软件更新了。但同样这种概率呢不高因为它自动更新的这个同样它的优先级放的比较低，你如果靠自动更新呢，它肯定也不会是第一时间帮你更新的，所以大部分时候呢，还是推荐各位隔三差五的去检查一下有没有新的系统更新版本。那方法也很简单，只要点设置通用软件更新在这个界面上进去就是更新系统版本的方法。那如果有系统版本更新，你可以直接点手动更新一下就好了。那这个是小版本更新那么大版本更新呢，可能就是真的需要你手动了。一般来说，大版本是不会帮你自动的进行软件更新的。那什么叫大版本，什么叫小版本呢？区别的方法可以看一个，就是版本号。比如说你现在从 iOS 17.1.3更新到17.1.5这个就是小版本更新。
大家看这个 iOS 的这个版本号码啊，就是软件版本后面那个一个数字点一个数字点一个数字啊，就是3个数字中间俩点被分割开来，它是有一定的规律的。最前面的一个数字就是代表大版本更新啊，然后来一个点儿。这个第一个点后面的这个数字呢，就是代表中等的版本更新，然后再来一个点儿，最后这位数字就是小版本更新。那当然，版本号是数字越大，它越新了啊。那一般来讲啊，小版本更新是比较频繁的。小版本更新它有什么作用呢？一般来讲，小的版本更新都是打补丁。所以如果你是版本更新的反对者，那起码来说，我也推荐你经常更新一下小版本。那中版本更新呢，它是没有大的变化，但是呢，它会加入一些新的功能。举个例子啊，最近正好有一个很好举的例子，就是我们2024年底将要发布的 iPhone 16和 iOS 18这个操作系统，为全世界的用户带来了 Apple 人工智能。那其实在2024年的9月份 iPhone 16刚刚上市的时候，包括你可以把 iPhone 15 Pro 也更新到 iOS 18这个版本的时候，你都是没有办法使用这个人工智能的。而你真正要能够使用人工智能的时候要什么时候呢？你至少要更新到 iOS 18.1才能够使用。这个现在在用测试版的这个观众应该就会心一笑了。那破天荒的，现在我们 iOS 18的测试版有2个版本，一个是测试的 iOS 18，还有一个是测试的 iOS 18.1。那个测试的18.1就是带 Apple 人工智能的版本，另一个就不是。所以势必你想要体验 Apple 的人工智能，24年的9月份是肯定不行的。我保守估计要跨年啊，要到明年才可以有一个浅浅的初体验，而且还不一定支持中文。所以先不要那么急啊，这个是中版本号。那么大版本号呢，就会有1年1次更新，基本上就是跟着新手机一起发布，然后老手机呢再吃一吃新手机的福利，往往也是免费能够更新到新的系统版本。硬件没有新的，最起码软件能支持的都给到。如果说软件你更新了，它还是给不到这些新功能，那大概率上就是你的硬件已经太老了，对于有一些比较先进的功能你就没有办法支持了。所以这个是大版本更新、中版本号更新跟小版本号更新。那么大版本号基本上它是不会给你自动更新的，中和小有一定概率会自动更新，当然前提是你要把自动更新的开关打开。但对于我个人的使用习惯来讲，我是几乎不用自动更新的，因为没等自动更新提醒，我就自己把它刷出来更新了。好，那以上是更新 App 的版本和更新 iOS 操作系统的版本，它的方法以及它的这个操作区别等等等等，简单的跟大家去聊了一聊。那接下来的时间想跟大家探讨一个可能你会比较感兴趣的话题，就是我的 iPhone 到底要不要更新系统。这个其实是我在工作当中蛮多的用户都会问我的问题啊，问我们的问题。那这个东西呢，其实我先把一个大前提放这儿吧。大前提是什么呢？您自己购买的手机，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你爱更新就更新，你不爱更新就不更新。任何人给你说的，你都可以不听，没有任何一个人给你讲的是绝对正确的。这个就是现在数码科技时代的一个让圈外人困惑的地方。也是让圈内人觉得有趣的地方。就是我个人的建议是千万不要一说哎呀，我要学习一下新鲜科技然后就去找这个正确答案。往往你这种学习方式是很痛苦的，越这样你越找不着正确答案。因为什么？它没有正确答案。所以我这儿呢也是我个人的分享。
可能你也会看到其他人的一些说法啊，但是可能我这个分享呢，代表大部分 Apple Store 员工的想法啊，这个时候我不另类了，这个分享我是主流啊，当然也不是100%啊，只是说大部分啊，就是能更新则更新。我说完了，就这一句话啊，尽你最大的可能，第一时间的去更新所有的东西。那我的观点如下：第一，我花钱买了硬件产品，如果你的软件不能更新，其实和能更新的那个硬件产品相比，那个不能更新软件的硬件产品，我会认为它是贬值的，它是不值得的，除非它特别便宜。比如说我们回到功能机时代，摩托罗拉、诺基亚、爱立信这个时代啊，那个时代的手机，你买手机的时候，它有几个功能，直到把它用坏掉，或者说懒得用了扔掉送人，啊，在它所有的生命周期，它就那些功能，出厂啥样，死的时候啥样。但是智能手机为什么能够统一天下，去打败功能手机，成为现在每个人类的外置器官呢？原因就是因为它可以软件更新，而这个软件更新是一个非常大的附加值。我之前讲 Apple Store 的故事的时候，或者哪期节目不重要了，反正我之前讲过，在2000年的时候，我购买自己的第一台 Mac 电脑，在最初的半年，我是让它吃灰的，我甚至是讨厌它的。我花了超过1年的时间才认识它，才知道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然后才开始喜欢它。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是什么让我把那个原本放到那儿吃灰的 Mac 电脑不断的拿出来，再去把玩个1-2天，然后再继续放到那儿吃灰？对吧？你不觉得这很奇怪吗？如果我刚买了一个产品的头2个月，我就断定我不喜欢它，我要放到旁边去让它吃灰，我还在用其他的产品，那它大概率上就一直在那儿吃灰了。我为什么要把它再拿出来呢？其实这一次一次的，我又把它灰掸一掸，拿出来打开一下，我第一个时间是做什么？我做的就是软件更新，或者是操作系统更新，因为我想看一看，哎，这家公司又发布了新的版本，又有了一些新的功能。我原来买的那些东西，在我买的时候它没这些功能，没这些功能的时候，我觉得它是一个不好的东西，是个垃圾，我不会用。那有了这些功能，我又会觉得怎么样呢？我正好电脑就在那儿啊，完全没成本啊，我拿出来更新一下试一试，不好再扔回去，对我来说就当玩了呗。哎，所以就这样，每隔个2-3个月拿出来更新一下，体验一下，觉得哎呀还是不行，好，关上盖子扔旁边寄回去，然后又过2-3个月又拿出来，这么断断续续的1年多，到最后终于通过这个不断的磨合去明白了，哦，原来你是这么个电脑啊，跟那个不一样，你是这么想问题的，哇，这个好奇特啊！然后按照他的这种方法用下去之后，你就发现一发不可收拾了，再也回不去了啊，就是这种。所以说，软件更新是非常重要的啊，是一个非常超值的。如果我买到了一款手机，我发现它很久都没有软件更新，我会对这家公司持怀疑态度啊。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是不是要倒闭了？那我曾经跟大家说过，我唯一用过的安卓手机就是锤子手机，对吧？但现在我还有2台锤子手机在我旁边放着，那它就是已经多少年都没有软件更新了。为什么？公司倒闭了呀。所以这个是我最核心的一个原因啊，为什么我个人那么热衷于软件更新。那第2个原因呢，哪怕你是不在意那些新功能的，但是在这个艺术创作领域有一句话哈，叫做永远没有完成的作品。哎，我是觉得这句话说的非常有道理的。那我想把它平移到科技这一块来啊，就是永远没有完美的操作系统。在系统开发者的眼里，其实是没有什么所谓的稳定版的，没有的。
它一直都在不停的测试，不停的去改进，不停的去修复错误，不停的去优化，它是一个不断的车轮滚滚往前走的进程。要不然怎么现在那么多人都觉得跟不上这个手机的发展，跟不上科技的发展呢？就是这个原因呀。一家公司你想想有多少人一起世界顶尖的大脑世界顶尖的软件开发者，那么多人聚集在一起，去没日没夜的每天把它当成一份职业的去不断的优化一个操作系统，推给用户那你作为一个外行是其他行业的，不是这一行业里的人，那他这么去给你服务，你觉得你受得了吧？不太能受得了的所以很多时候就跟不上这个科技的发展了，这个非常非常非常的正常那好在有我这样的节目可以用平时的语言，没有什么技术术语跟大家茶余饭后、睡觉之前、上班路上像聊天一样，我们尽量的帮大家把这个知识给拉平这也是我开这个频道的一个初衷吧因为我在开这个频道之前，我觉得我自己喜欢和关注的一些科技类的 YouTuber， 他们讲的东西我能听懂，有极少数的太高深，我也有点听不太懂。但是我作为一个直接面向像 Apple Store 这样的最终用户的人来去评判的话，我觉得他们讲的都太深了，普通用户听不懂所以我希望再把它下沉一点，真的就像聊天一样当然我觉得这个也有一个底线就是也有观众跟我说把我的视频放给他妈妈看，然后他妈妈还是看不懂，那我说这怎么办呢？我也不能就是降到那样那怎么？我的主力观众还是跟我年龄相仿的用户是我的主力，为我贡献力量的，是吧？那我如果是变成了专门为60岁以上老人服务的话，那么别的不说，说中文的60岁以上的老人有多少人能够看 YouTube？ 这就是个问题是吧？所以这一方面也希望大家理解，我在之前做节目的时候也说过了，这其实是你一个跟家长去聊天的一个很好的话题，你把我的频道推给他，让他先看，听不懂的话呢，来跟你聊一聊，你呢也放平心态，不要太急躁尽量的呢把这个他不明白的讲一讲讲不明白也正常不要那么追求结果，而是看重你们一家人在一起难得的能够找到一个共同的话题，去度过一段时间的这个过程我觉得这个是又聊远了好，那我想软件更新我自己的观点呢就差不多这样一个是附加值，还有一个是它会不断的改进，所以说你不断的更新软件呢，其实是会对你的上网环境也好使用环境也好，会更安全的因为你想有那么多团队在上面去努力，一旦有什么问题，他会第一时间去帮你修复嘛，就类似我之前说的 FaceTime 诈骗那件事情，如果不是一位观众在下面给我留言，我都不知道这件事情。但是 Apple 官方起码来说对中国大陆地区已经推出了专门修复 FaceTime 诈骗的软件更新补丁了，那你说这个补丁你装不装？那肯定是要装是我肯定也装，是吧？所以这个是关于软件更新我想软件更新它的操作并不难，大部分人都会，但我相信大部分的用户还是纠结在我到底要不要更新上当然在节目结束的最后一刻呢，我还是把话拉回来一点，比如说现在2024年了，您还在用 iPhone 7 iPhone 8，那基本上你也就别更新了，你就那么用吧，因为太老了一般我在工作的时候，在 Apple Store 我对顾客说的，我个人的建议是出厂日期在3年之内的手机，你就直接放心大胆的永远更新最新版本，越更新的越快越好。但如果它的出厂日期在超过了3年了，你可以选择不那么的跟潮流那么紧
因为一台手机您能用3年，就足以证明你不是一个跟潮流的人了。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些建议吧。好，那今天关于软件更新，我们先聊这么多，感谢各位的观看跟关注，我们下期再见。